今天让我们来玩一款可以建造火箭飞向太空，实现自己对浩瀚银河无限幻想的游戏。当然，建造一个火箭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要利用科学的手法，安全的将我们的宇航员送往太空。那让我们废话不多说，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游戏。好的，现在我们来到了研究室，我们将在这里建造出我们的第一艘火箭。作为一个火箭，必不可少的就是座舱、燃料以及引擎。首先，我们先选择一款座舱。我们点击鼠标的左键就可以将这个座舱直接放入到我们的建造中心之中。按右键点击这个玩意儿，就可以看到一堆莫名其妙的信息，完全看不懂。这应该是作者留下的彩蛋。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放置我们的燃料箱。可以看到，在这款游戏中，燃料箱的种类可谓是琳琅满目。我们选一个看起来就很牛逼的。好像有一点小，但是问题应该不大。我们再放上一块引擎，一个从严格意义上可以说是火箭的东西诞生了。最后，我们要给我们的火箭起上一个响亮的名字。一般来说，人们总喜欢用一些船的名字去命名一些火箭。那我们的火箭就叫它飞翔的 SU 号。好的，能做到这一步的话，你就可以去 NASA 面试了。但是为了保险起见，让我们先去发射台测试一下。好的，镜头画面转到了我们播放台的发射现场。恭喜3位幸运儿，同时请3位放心，我们非常的专业。那么现在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点火是哪个键啊？我们尝试一下把键盘上能按的键全都按一遍。莫名其妙的转了起来。应该是按错了什么？难道说这个引擎是需要我们去手动点火的？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我们需要好好的反思一下。先不要去管这玩意儿到底怎么样去点火，虽然不是很愿意去承认，但是我们的设计上好像确实有那么一点点的问题，而且是一个被大家都忽视的小细节，可能大家都没有注意到，那就是我们的燃料箱确实有一点小。那就整个大家伙吧。现在我们就再也不用担心燃料不足的问题，而且底盘非常的稳，也不会摔倒，非常的完美。为了更直观的让大家感受一下区别，我们就采用同样的引擎，马上开始我们的测试。哇，稳的一批！我相信这个火箭应该是不会倒的。那么废话不多说，马力拉满，点火起飞。激动人心的一刻，我们的火箭正在缓慢的上升，随时准备一发冲天。可以看到，它正在努力的尝试飞离地面，非常的努力。他正在尝试克服地心引力，克服个勾吧！我们马上进行改造。无论怎么想都是马力不足的问题。那我们引擎也给它整一个大家伙，希望这一次不要让我失望。然后我有了一个天才的想法，我们给它放上6个挡板。不知道这个引擎直接放在这个挡板上能不能使用？我们先放一个试一试。那既然是测试，最重要的就是保证我们宇航员的身体健康。我们给它装上一个降落伞。这个看起来不错。这个降落伞的开发商叫做从路边捡来的，是原版的双倍大小，但是结构可靠性仅有后者的50%。为什么会有这么天才的东西？我们赶紧装上一个，开始我们的测试。等一下，好像只有驾驶舱炸，其他东西都没有问题，连降落伞都完好无损。虽然牺牲了3位勇士但是至少证明我们的方法是可行的。那还等什么呀？直接装上6个引擎，开始新的一轮发射。这一次我们的火箭可谓是马力相当的充足，希望不要让我失望。不好意思，我好像忘记调什么东西了。但是这次至少这3个人活下来了，可喜可贺。有必要给大家解释一下，这款游戏每一个引擎都是有自己的发射顺序，刚才我们没有调，只开了一个，所以说这一次我们应该是万无一失了。加满油，点火，起飞，一气呵成！我操，真的成功了！兄弟们，开香槟！哇，我们头一次真正意义上克服了地心引力，研究室的气氛上升到了高潮。等一下，香槟好像开走了，我们的火箭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翻滚了起来，就没了。但是不要怕我们还有降落伞不对，刚才降落伞好像是被烧了。研究室的气氛降到了冰点，我们需要强大的引擎才能带动我们庞大的燃料，但是我们又需要大量的燃料才能供我们的引擎充能。而且从刚才的事故里面可以看出来，当我们的燃料消耗到一半的时候，火箭就会陷入极其不平衡的状态。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能用数量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我们少许的给我们的火箭多添加几个燃料舱，看起来燃料非常的充足，而且十分平衡。这个火箭是我们经过长期的测试得出的最好解决方案，理应拥有一个自己的名字。那我们就将它飞翔的 ICBM 号不逼逼直接拉进发射台测试一下。点火起飞，哇，太稳了！真的是太稳了呀！些许的有一点倾斜，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操纵键盘进行一些微调，这是比较正常的现象。这个现象还是比较正常的。如果学过生物学就应该了解到火箭在空中的这种行为叫做钟摆现象，并不影响我们的正常发射。它还在钟摆。不行要出问题了啊！我们怎么说？开个降落伞试试，最后的一波调整，这个降落伞应该能把我们调正。我懂了，我知道问题在哪了啊！刚才就当什么也没发生，我彻底懂了，这次我是真的懂了。你们现在脑补一下我有多懂。现在请叫我纽约航天大王这是一个采用向心力保证我们火箭稳定的一个办法，就通过这12个引擎向中心喷射的一个旋转力，就那个你们懂我意思吧？这样就可以保证绝对的稳定。然后我们应该去申请一个专利，测试一下。直接点火，我们的1级引擎让我们的火箭慢慢的脱离地面，现在微微的出现了一点倾斜。不要怕，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不对。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跟我想象的有一点不一样，但是那个理论是对的，兄弟们，理论绝对是对的。这一次是绝对的万无一失非常的成功，完美。你们就单从这个造型去看，是不是就感觉非常像一个火箭，非常像一个能飞向太空的火箭？我们抛弃了用引擎制造向心力的稳定结构，而是采用勾股定理制造了一个非常稳定的底盘。这一次是否能让我们真正的到达宇宙，让我们拭目以待。
可以看到我们的底盘非常的焦躁不安，非常的蓄势待发。这一次我们要开启认真模式，面对任何情况都要保持冷静，让我们的火箭顺利的飞往太空。点火，还好这在我的计算之内。不要怕啊，现在问题还不大，我们慢慢的稳住我们的火箭。由于我们有大量的引擎直接对着我们的燃料桶，所以说尽量不要有太多的偏转，这样会导致我们的机身过热。哇，全是细节。本期的视频已经成功的进化成一个教学向的视频了。现在我们的燃料仍然是非常的充足，我觉得照这个势头直接冲向火星应该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已经慢慢的往太空接近了，我觉得这次要成功了。怎么说，直接开香槟吧，一切都在顺利的进行。啊，连续的爆炸，这也在我的计算之内啊！不要慌，我们还是稳住，稳住。哇，稳住了，我们是冠军。虽然期间出现了一点小意外，但是仍然在我们的计算之内。我们开启稳定模式，这样的话电脑会自动帮你调整引擎的方向啊。现在已经不需要害怕过热了，该过热的东西都已经炸没了。那么现在是对我们火箭最后的考验，我们是否能突破大气层，见到那梦寐以求的太空？让我们一起默默的祈祷。虽然不是很想破坏这个气氛，但是有一件事必须要说一下。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们现在距离地球18万米，仍然是没有想到有任何办法可以返回地球。这个菜单里面的按键好像也没有什么用。哎，等等，这个按键没有见过。哇，我突然有了一个天才的想法，我们再放出来一个，然后往地球的方向去爬，爬的途中突然松手，这样就会有一个惯性把我们推向地球，好像成功了，高度在不停的下降，这样的话应该很快就会到达地球。我们的宇航员正在突破大气层，这个时候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那位比他重的兄弟已经先掉下去了，他正在以每秒钟1300米的速度快速拥抱地球。我们精准的预判好了落点，他将完好无损的落入海洋之中。好像另外一位兄弟也回来了，全都回来了。最后的冲刺，他的速度正在慢慢的放慢，开始了自由落体，最后的几米。应该只是睡着了，应该是睡着了，他实在是太累了，我们让这位英雄休息一会儿吧。哎，怎么多出来一个人？今天我们来继续玩这款建造火箭的模拟游戏。在上一期的视频中，我们的航天中心完成了载人航空的壮举，同时也是让我们的宇航员成功的突破了大气层。那么由此可见，我们在建造火箭的技艺上可谓是炉火纯青，但是在保证我们驾驶舱的安全上，好像确实有那么一点问题。那么在本期的视频中，我们要从安全合理的角度出发，去建造一个全新的火箭。首先，我们先建造一个引擎。这一次我们选择这个自带燃料的引擎，可以省去我们很多的麻烦，并且不会出现之前哑火的情况。然后再放上一个非常尊重空气力学的头锥。就在我准备建造驾驶舱的时候，我突然有了一个天才的想法。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逻辑：我们宇航员的伤亡是因为驾驶舱的爆炸，那么驾驶舱的爆炸是因为我们的火箭上有驾驶舱。如果说我们的火箭上没有驾驶舱的话，那是否代表着我们的宇航员根本就不会伤亡？不知道你们6个听懂了没有？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第一款基于人体力学建造的火箭，从根本上杜绝了驾驶舱的安全隐患。不废话，直接拉满，点火起飞！哇，完美！这个火箭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可以100%的。我斜逼歪了，怎么办？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抢救一下？我记得我好像并没有给我们的火箭安装任何的降落伞。哎，说到降落伞，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哈哈，果然我们每一个宇航员身上都是自带降落伞的。我们把这6个兄弟的降落伞全部打开，可以看到我们的火箭进入了360度无死角的防御。有很多不会建造降落伞的新手玩家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的这个方法。最后的一波滑翔，准备着陆，好像是成功了。这算是我们头一次在真正的意义上拯救了所有的宇航员。这是他的一小步，又是我们的一大步。我们插个旗子纪念一下我们的登陆地点，地球描述，距离发射台50米。虽然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发射，但是我们仍然要抱有谦虚之心。我们要承认，我们的火箭其实还是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最明显的，那肯定就是燃料不够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依然是可以用数量去解决。你说对不对，我的好兄弟？这么多的燃料，跑到月球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点火测试一下。大家不要紧张啊，这种现象叫做忘记调发射顺序现象，非常的常见，我们回去调一下。看来我们现在使用的这种引擎需要非常严谨的将我们火箭进行分级，在调整好发射顺序以后，这一次应该是万无一失了。直接点火，可以看到我们的火箭正在慢慢的驶离地面，感觉动力上可能还差了一点，之后我们可以进行一波改善。哇，难以置信，我居然在认真的分析。等一下，原来这个燃料消耗的这么快的吗？完了，感觉要出事情，怎么办？飞不动了，我们直接炸掉一级引擎。好像是有效果，飞起来了。虽然飞起来了，但是感觉经过这次爆炸，导致我们的机身有一点倾斜。完了，又要没有燃料了，怎么办？我们再炸掉2、3、4、5、6、7。
8、9，我们的火箭因为自身的过热被炸的还剩1节儿，怎么办？我们最后好像还能尝试抢救一下我们的宇航员，开个降落伞。冷静的分析一下，其实我们的火箭在设计上没有什么问题，主要是因为在发射的时候操作手法出现了一点失误，所以我们这次只要提前做好准备，应该就不会发生刚才的问题。好像确实有点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在空气动力学上进行一些调整。好的，现在我们进行了稍微的一点改造，可以看到我们增加了3个挡流板，并且在顶部加装了9个降落伞，这可以在保证我们宇航员安全的同时，更好的利用空气的流动，给我们的火箭加速。这一次我们要利用一些技巧完成发射。由于我们这款引擎的推力非常的低，所以说在点火的瞬间，我们要炸掉一级引擎，利用爆炸产生的能量将我们推离地面。与此同时，可以看到我们的宇航员收到了爆炸的信号，也是开启了降落伞，3个方向直接形成了最稳定的三角结构。虽然话这么说，但是我们的火箭好像在空中又莫名其妙的翻转了起来，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但是一直发生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们可能是卡 bug 了。等一下，事情好像发生了反转，我们的选手一个氮气加速把自己发射了出去，不知道他在这种速度下是否能完成漂移过弯。重新来过，看来我们之前的引擎一直有一些 bug， 但是大家不用担心，我会尽快的和游戏开发商去反映一下这个问题。那么现在我们就采用一些其他的手法建造一个新的火箭。首先我们建造一个分离器，用来保护我们宇航员的安全。有了这个东西，在我们遇到任何危险的时候，都可以第一时间将我们的宇航员给炸出去。然后我们在上面建造一个非常像马桶的微型喷射器，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我们的宇航员就算脱离了火箭，也可以在空中调整自己的方向。再加上一点点的细节，我们火箭的雏形也就此建好了。当然，吃一堑长一智，我们要避免推力不足的情况发生。我们在外面给它造上一圈的刺激火箭，然后再用支架给它连起来。哦，真的是非常注重细节。我们赶紧去测试一下。好像哪里出现了一点问题，但是我又说不出来哪里出现了问题。直接点火吧，先打开我们的刺激火箭，让我们的主体慢慢脱离地面，然后马上打开我们的主火箭引擎。不是，你是个什么东西啊？看来我好像又忘记调发射顺序了。这一次我觉得应该是无懈可击，不知道会不会是我们的最后一次。可以看到我们用钢筋将整个外圈的火箭连在了一起，非常有效的提高了我们整体的稳定性。火箭的周边已经产生了营帐，这足以体现我们的动力是有多么的强大。感觉这一次突破大气层完全就不是问题，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可以看到我们的宇航员正在以自己坚强的意志抵抗大气层的压力，仅凭这一点，在地球上他已经是百里挑一。如果他能逃出地心的引力，那么他更将是一个传奇。不知道过去了多久，我们的火箭燃料用完了，但当我们打开地图以后，会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根本就没有进入地球的轨道。所以说我们这一次只是紧紧的反向突入了大气层，并没有逃离地心引力。那怎么可以？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琳莎女士成为传奇。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刻，我突然想起了在我们建造火箭的时候曾经建造了一个分离装置。如果说我们在火箭达到这条路径最高点的时候启动分离器将我们的宇航员炸出去，那是否有机会至少让我们的宇航员能够进入地球轨道？说时迟，那时快，我们现在来到了距离地球96万米，我们的宇航员将在这里完成那惊天的一跳，让我们用双眼去见证这个活着的传奇。说实话，跟我想的节目效果不太一样。这可怎么办啊？要不这样吧，我们下一期视频想个办法把它接回来，你们觉得呢？今天我们来玩一款建造火箭的模拟游戏。那么在之前的视频中，我们尝试建造了许多别具一格的火箭，并且安全的将我们的宇航员送往了太空。然而就在我一没注意，这款游戏背着我偷偷出2了，据说拥有了更好的画质，并且采用了更科学的物理引擎。真的吗？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让我们赶紧开始今天的游戏。那么建造一个火箭的话，首先我们需要一个指令舱，也就是驾驶员坐的地方。然后的话，再来一个引擎和燃料，我们整一个这个一体化的。眨眼之间，我们的这一根火箭也就可以说是就此建好了。没错，如你所见，没有比这玩意儿更像火箭的火箭了。我们再试着给它加上一个符合空气力学的尾翼。现在这样的话，突破大气层应该就不是什么问题。再稍微的调整一下尾翼的形状。哦，看起来还不错，它就像一个刚刚落地的体操运动员一样，这一看就非常的稳定。我们发射一下试一试。起飞好像非常的成功，然后这个我们的火箭正在尝试在空中完成双臂大回旋，这个难度系数可谓是非常的高，暂时不知道它要转多少圈。我们的宇航员在千钧一发的时刻选择了跳伞，这不愧是一个专业的宇航员，时间掐得特别的准。但是不是兄弟，你伞呢？啊？
古话说得好，失败乃成功之母，特别是在航天事业上更是如此。我们要勇于去发现问题。那么在上一次的发射中，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造型在空中确实是有一点飘。那么主要的原因，我觉得还是归根于我们的一个底盘不是那么的稳定。那么这一次的话，我们将选用一个比较大的驾驶舱，并且采用一个驾驶舱后置的结构。那么由于我们整体的重量还是相对比较重的，所以说在引擎的选择上，我们整这个推力最大的，这一看就跟刚才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我们再在上方放上燃料，再来一个头锥，这个头锥要稍微大一点。大概这么大，这比刚才更像一个火箭了，等不及了，赶紧试试！哇，稳如泰山，点火起飞！哇，这个火箭这么快的吗？这个燃料些许用的有一点点的快，虽然是在意料之中，但是没想到这么快。我们得想个办法改造一下。这个一节燃料的话，大概也就只能烧1秒钟。如果是这样来算的话，那这个火箭应该就能烧60秒钟。为了安全，把这个头盔给它戴上。现在这样的话，燃料是绝对够用了，至少飞到月球上去没什么问题。那赶紧让我们把镜头转向发射台的现场。哦，还意外的那个就停。我大概知道问题，我们得这样，我们得进去的一瞬间马上按那个点火键，这样的话它应该就不会在上面那么抽搐。我们进去的瞬间马上按空格，哎，就是现在。仔细的想一想，它只是单纯的站不稳而已。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就给它整上一个支架，这样的话应该就万无一失了。你看看，非常的稳，不再晃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点火发射。哦，不对，这个架子不是放下面的啊，这个得放上面就像这个样子。没错，现在这样的话才是我们这款火箭的完全体。点火，先让这个推力慢慢的降低。这个嘛，这个很难形容。这上面这个支架怎么松不开啊？我明明按了呀，怎么回事？哎，不过你别说，这玩意儿如果放到游乐园里面，应该人气挺高的吧？哪一天的话，我们尝试在纽约市里面造一个。哦，终于给它甩掉了。这个，我突然很是好奇哦，如果说把这个引擎，给它放到这边，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今天必须让你飞起来一次，不说飞到月球上去，你至少也得在空中待个1-2分钟。我们之前的火箭好像就没有10秒钟之内炸不了的。那么这一次的话，我们尝试在头部加装3个刺激火箭，这样的话，在重力的作用下，我们的火箭应该就会像拔蘑菇一样给拎到太空上去。那当然，为了保证我们所有宇航员的安全，这一次我们在每一个燃料舱上都放上一个降落伞。总之，这一次不成功变成人，点火起飞。哦，很稳，非常的稳，整体的话是完全没有看到任何的晃动。但要小心这个驾驶舱，千万不能撞到我们的起落架。很好，没有撞到。哦，这玩意儿不会真的能飞上天吧？不会吧？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怎么办？我们的这3位宇航员已经开始兴奋地摇起了头。现在的话，我们的这个机身些许有一点的倾斜，这个的话，我们只要在我们的水平仪上进行一点微调就好了。但是我们的这个水平仪好像些许有那么一点点的故障，快坚持不住了，直接把1级火箭给它炸了！我们需要抢救我们的宇航员，打开所有的降落伞。我们现在火箭的下方就是海洋，相对还是比较安全的。只要等我们的火箭缓缓的落地，我们的英雄们就可以安全的凯旋。之前这个燃料能烧这么久的吗？它已经在这儿晃了10分钟了，好像是卡了什么 bug， 不知道。不过至少他们3个现在还是活着的，我们成功的挽救了我们的宇航员，可喜可贺。好的，那么本期的视频到此也就全部结束了。喜欢我的视频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下期再见。